大妈为了保命，每天要把口香糖粘在墙上，家里还装满了监控，时刻盯着。大冬天也开着22台风扇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说家里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间的缝隙。说着就掀开了地板，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，用针头往他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。他会用口香糖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又会出现新的。看起来呢，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邻居们都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，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认为这明显是冲他来的。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他，大妈也不知道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患上了神经衰弱。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他的焦虑，大家请来专家对房子里里外外检测一番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害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就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，看会不会被毒死。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睡得很香。大妈担心大家走了之后，毒气又会重新袭来。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经过大家不懈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说这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，而且之前和别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有人要害她。经过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，最后把风扇都去掉了。现在的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生活了，省流。大妈得了妄想症，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 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，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，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。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，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，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医生在给木头做 CT 检查，因为这块木头竟然会叫。木头是在他家床上拆下来的，每到深夜，床头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，只要静静地听，就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，有点像时钟的滴答。把床移开后，啥都没有，但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这床整整响了2年，搞得夫妻俩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找来了木工师傅，师傅表示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声音，真的是奇怪。记者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接着又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了一大堆数据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。难道床头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 啊，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，这里面确实有东西啊。经过反复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锯开木头后，果然一头肥虫出现，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他们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墙上听，好像在确认着什么。而且这面墙不能挂小孩的照片，一旦挂上就会被墙壁震掉，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。这怪声每隔5分钟就会来一次，家里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，尤其到了晚上，声音更夸张，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，甚至到了吃药才能入睡的地步。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噪音的设备都拆了，可声音依然没有停止。他们甚至想把这墙也拆了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整栋楼也只有他家会这样，你就说怪不怪吧。邻居们都来到他家，亲耳听到了这怪声，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确定声音就来自这面墙。邻居怀疑墙里可能埋了尸体，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。不过呢，凡事要讲科学，大家找来了专家，对整栋楼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连水管也没放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专家在楼下主管道处发现了异常，一旦过水，水管就会震动。大家决定切断水源，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。结果等了好久，声音都没再出现。接着再次打开水管，声音又出现了，很明显就是这个原因。专家进一步解释说，这怪声就是水压造成的，水压冲击使得管道震动，进而引起墙壁震动，因此产生了声音。随后改了管道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
他脑袋里长了蜘蛛，每天都要用吸尘器吸出来，这些就是从鼻子里吸出来的，吸出来的时候都是活的。他觉得脑袋里一定有个蜘蛛窝，甚至还在不停的产卵。这些蜘蛛天天都在他的脑袋里面爬，把他痛苦了好几年。为了缓解疼痛，他不停的敲打脑袋，还要去碾碎正在脑袋里到处爬的蜘蛛。办法想了好多，医院都去看过了，但依然不能解决问题。长期的痛苦导致他从150斤降到了现在的100斤。他认为彻底把蜘蛛消灭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火化了，和蜘蛛同归于尽。为了帮助他，大家找来了专家。专家仔细观察吸出来的蜘蛛，发现这些蜘蛛竟是不同品种的。专家还说蜘蛛根本不可能在我们体内生存，但大叔却不能接受这个观点，因为自己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蜘蛛带来的疼痛。他觉得专家根本不能理解自己，实在没办法了。大家又带他来到了大医院，经过内窥镜仔细检查，还是找不到蜘蛛的任何踪迹。然后又推他去照 CT， 片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问题，真的是奇怪。结果没想到在他走了之后，医生却无意在片子里看到几个奇怪的白点，还真有点像一个什么东西做的窝。他回去之后症状依然没有减轻，蜘蛛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他，他只能猛地往身体里面灌药，在鼻子里面也涂药水。他整夜无法入睡，甚至在吸入烟雾后捂住鼻子，想把蜘蛛熏死。虽然这样自己也不好受，但是总归能让蜘蛛消停一点。不久后，医生把他请了回去，想看看他的脑袋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经过仪器查看，发现原来那白色的东西是他年轻的时候做颈椎手术留下的固定器，并不是什么蜘蛛窝。那蜘蛛到底是哪来的？大家研究了半天，发现蜘蛛是从他吸尘器的缝隙里面钻进去的，也就是说这些蜘蛛本来就在吸尘器里。一切都是误会，解决了这块心病。2个月后，当大家再次见到他，精神面貌已经远超过去，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他要挑战2天内用肚子孵化鸭蛋，没想到比生孩子还繁琐。但看到小鸭子的那一刻，感觉一切都值了。孵化鸭蛋需要37度，他测了体温，37.5非常适合，再加上自己经常出汗，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宜。接着找来一堆工具，忙活半天，做好了便携式孵化器，用来把鸭蛋固定在肚皮上。现在就缺蛋了，只能去跟鸭子借一颗，把蛋塞进孵化器，贴到肚皮上，孵化就开始了。孵蛋过程不能间断，所以睡觉也要带着孵化器，时不时掀开衣服检查一下，把鸭蛋翻个面，让它受热均匀。只有洗澡的时候才能临时放下10分钟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他被打脸了。掏出鸭蛋放在灯光下一照，里面看不出来任何变化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他开始怀疑这颗蛋是不是已经坏了。查阅资料后才知道，鸭蛋通常需要28天才能孵化，那现在只能继续孵化了。来到了第3天，再次放在灯光下照射，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个小黑斑，看起来胚胎已经开始发育了。他欣喜若狂，马上就要当爸爸了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来到了第7天，可以明显看到小鸭子已经开始动了。终于来到了第28天，也就到了预产期，鸭蛋里面已经空了一部分，但小鸭子却迟迟没有破壳。他有点着急了。紧接着来到第29天，睡着觉就感觉肚子有东西在动，掀开一看，鸭蛋已经破了一个小洞，还听到了小鸭子的叫声。现在他无心睡眠，时刻关注小鸭子的动态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蛋壳破得越来越大，小鸭子已经迫不及待要出来了。他对着小鸭子吹气，终于虽然和自己长得一点都不像，大叔却开心的不得了。接着就要给他准备食物了。苍蝇富含蛋白质，非常适合小鸭子吃。小心翼翼掏出小鸭子，但他好像并不知道如何进食。把苍蝇放在水里，小鸭子试探了几下，也没有成功吃到嘴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终于学会了吃饭，还越来越熟练，很快就把盘子里的苍蝇都吃掉了。吃完饭的小鸭子精力充沛，虽然还站不稳，却想着到处溜达。但老父亲又愁坏了，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